觉得怎么说呢？首先台湾呢，就是在世界上都在流行的时候呢，台湾坚守了很长一段时间，1年半左右的时间嘛。就是过去属于阵地战嘛，是。现在终于被敌人攻破了，这个因为敌人太强大。那么现在进入巷战的一个阶段。那么像日本呢，在1年半以前就是今天台湾的这种状况嘛。那么总结日本的这个防疫的失败，我觉得也许能得到一些教训。那么我觉得日本呢，就是说表面上看日本这个国家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国家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官僚主导的官僚治国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 SOP 来制定的。那么一旦发生他们 SOP 没有的东西的话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。首先，这个疫情刚刚出现的是钻石公主号，钻石公主号很复杂的一个案件，它那个船并不是日本的船，它只要不靠岸就不是日本领土。然后呢，里边又是，而且那国籍很复杂，而且船上的人也很复杂，而且又有传染病，所以说日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所以最后让停了很长时间，结果在船上造成了这个群聚感染，然后下来之后呢，又让大家各自回家嘛。就类似这种所有的这种官僚主义的负面的情况，完全显示出来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没有办法就一定要预设立场，一定要有 SOP 才能办事情。这点是日本一大失败，而且不光是这一件事情，在疫情开始之后的一连串的对应，也是完全是一种官僚的作风。那比如说最简单，现在在打疫苗，日本的疫苗的数量是足够了，但是说疫苗的数量呢，怎么施打，这个由谁来打，这个问题，日本一定要有医师和护士，只有医生和护士才有施打的这个资格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医生护士人不够。他们就用周6周日编队以后，再比如说在学校的体育馆去施打，这样的话呢，进展很慢，每天打几百个人就结束了。那日本有1亿人要打，那根本完成不了嘛。所以说就开始我们让什么人可以去打，讨论半天以后呢，说牙医可不可以打？最后呢，特别制定一个法律，让牙医也可以打。其实牙医本来他们一辈子就是帮人治病的嘛，你培训1天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几天呢是说什么呢？把自卫队里有军医有军医护士嘛，他们也可以打，让他们也出来打。就光这个决定过程就花了1-2个月。所以说在这种过程之中呢，所以一切都慢半拍。那台湾过去叫超前部署，那日本都是超后部署嘛。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疫苗够，但是施打的人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像打针这种事情的话，可能找一些人培训一下，比如说就应该就可以做到嘛。但是日本的法律上绝对不可以的。就光凭这一点，就是官僚主义的负面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政府的行政方针呢是摇摆不定，就刚才您讲的，就是说主持人讲的，说或者是病死或者饿死嘛。在此之间呢，日本到现在发表了这个大的3次的紧急状态宣言，发表紧急状态宣言之后呢，这个疫情就降下去了。降下去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各种产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嘛，比如说饮食业、观光业嘛，然后就开始促进经济，政府发钱让大家去旅游，结果又得病了，又得病了，这疫情又上去了，然后再宣言，这样的左右摇摆，延迟1年半以后呢，作为结果呢，大家就是防疫疲劳嘛，最后我就不听你的了嘛，你不让我你餐厅，而且日本还有一个问题呢是，政府的权限是非常非常小的，就是说比如说政府让餐厅晚上8点以后不要营业，这个只能恳请大家，拜托大家帮忙。这个政府，您如果营业的话，我没权利直接查封你的店，没权利罚款的，因为这个可能法律上是有问题。台湾可以直接断水断电。对，台湾是那个，如果说在日本这么做的话，这个商家告政府的话，一告一个赢，政府没那个权限嘛。当然说商家也怕政府啊，怕政府查你的税啊，所以商家也在配合。但是说呢，你这样如果说一次配合，就把这个病情压住了，这大家可以这个配合结束了。然后呢，过一段时间再配合，过一段时间再配合，这大家就没办法。所以说呢，在这种情况是政府的威信越来越小。
还有一个呢，我觉得呢，就日本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了。就是刚刚这个病情开始出来的话呢，就有很多政治人物，还有很多专家，就说这就是流感一样啊，这根本没必要戴口罩，就有这种声音会出现，这种声音出现，所以这些人在媒体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就是去年选那个东京都知事的选举，就有候选人为了宣传这个新冠肺炎，有的日本的候选人为了宣传他这个理念，竟然跳出来选举，到处贴，他根本选不上嘛，到处都贴着是自己的这个海报，然后就为了宣传这件事情。所以说因为这种理念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说这种方向呢，我觉得就像如果在台湾有这种言论的话，可能政府就会以传谣啊或者什么的确强行管制，但日本没有法律规定他们，所以这种声音到今天在日本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所以说我在这种社会太多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好处，但是在这次防疫之间呢，这个发生一个负面的影响。所以到日本今天防卫很严，这个疫情控制不住的话，是有这多个因素控制在一起的。所以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，台湾马上要进入这种就是1年半以前的这个经验，所以像这种日本的失败，希望呢台湾呢能够学到一些教训。